阵子还半死不活的呢，昨天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睛，老狗给他吃的是火药吧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？哎呀，干嘛？不能先出个动静，吓死我了你！涂面膜有那么可怕吗？这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爸，他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你不担心啊？我爸出去了啊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打电话问问啊！你怎么的？喂，爸，您在哪儿啊？校门口来了。啊。爸，哎，您去哪儿了？哎，我图书馆去了，我去买了好多关于昆曲方面的书，你看没有？爸，啊，又要研究戏曲了？丽娜，这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您别没事往脸上抹这些东西，看着像人。说我顽固，行，那我就跟你顽固到底。哼。小孙啊，报纸来了！哎，报纸来了，沈爷爷，您早报来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哎，看了哈。对一位女科学家，近日本人偶遇一位神奇的女科学家，跨行业品头论足，指手画脚，对人功夫更是巾帼不让须眉。沈爷爷啊，这文章是您写的吗？啊，都上报纸了，太厉害了。对一位女科学家，这个字儿在这儿念对啊，《说文》中说对，愿也。哎，那这个女科学家是谁啊？一位骄傲自大的女同志，自以为是，老子天下第一。老子不是指男同志吗？此老子非彼老子，这里说的是骄傲、自负的意思。这位女同志得罪您了。没有，我知道了，沈爷爷，你写这个有稿费。哎，沈爷爷，有文化真好，赞美人能挣钱，批评人也能挣钱，我得赶紧学习了。喂，沈教授。哦，聂老师啊，这么早啊？有事吗？沈教授，对一位女科学家是您的大作吧？我认为您的观点刻薄狭隘，将一次简单的口头争执演变成公开的讨伐。科学家也要分出男女，怼人也要巾帼和须眉。我认为这是高高在上的歧视。聂老师，早晨好。哎，首先呢，我要纠正您一个字儿啊，这个“对”字儿啊，您念错了。这个字儿呢，确实应该念“对”，不是“怼”啊。天时对兮威灵怒的“对”，这个字儿呢，我们这个小区的门卫啊，他也念错了。他念错了，我可以原谅他，但是您念错了，
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，是吧？你说你连这样一个中文常见字你都念不对，你哪儿来的勇气去对昆曲品头论足呢？我认为这不构成因果关系。聂老师，您先听我把话说完，行不行啊？可以。其次呢，现在是早晨6点半，这个时间你打电话打过来，你考虑过接电话的人吗？也许他现在刚刚是个进入了深睡眠，万一他心脏不好，你这个时候打电话受到了惊吓呢？我还告诉你，恰恰这2点我身上都有。单从这一点上来讲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？对不起，我道歉。等你睡足了，且心脏状态处于正常负荷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探讨。哎，聂老师，聂老师，如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爸，看报纸呢。啊，今天中午简单点儿，吃个炒土豆丝儿，做个青菜肉丸子，行不行？我怎么着都可以啊。哦。喂，喂，喂喂，哎，沈清，你快看你爸，你快看快看，测试电话呢，古怪吧？是不是等谁电话呢？有点事儿挺好的，总比天天躺躺椅上强。哦，那也是。你吃饭了吗？吃的什么？我看看。哎，你看看，盒饭、红烧肉、土豆丝，还有俩青菜。哎呀，高油高盐的不健康，把你都吃油腻了。老婆，我也想不油腻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回头我给你带饭吧。行，你说的啊，你给我送啊，我等着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看爸在干嘛。爸，等电话呀？没有。啊，没有。来电话你叫我啊。啊？我们班林浩轩妈妈被电信诈骗，骗走50万。啊？哎呦，那要心疼死了。对呀，所以你得提高警惕。你放心，我接受你外婆教育这么多年，能从我口袋里搞钱的人，迄今为止只有一个，就是你。妈，你说话得凭良心。那你现场给我100块，证明你所言非虚。不上你的当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，爸。哎，我给你盛饭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吃完了。啊？啊，吃完了。吃过啦。哎，多乐，你姑姑把那个托福的真题发过来了，我这给你打出来啊。我还真是积极。丽娜，丽娜，哎，啊，哎。
你怎么是这么大劲儿撞着我了？疼不疼啊？没事，我就堵在门口呢。哎呦我这，老头子在家呢吗？应该在家，在家好。我把你彭阿姨约了，坐一坐。哎呀，约吧。哎呦，你不要找事儿，约什么彭玉兰啊？走了。别啊！哎呦！哎呀，怎么不长记性啊？喝着了。哎呦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是吧？没事，搁里头没事，亲家就是亲家。我刚一敲门就把门给打开了。你看就是嘛，我刚要出门你就敲门了，你看多巧啊！妈，你要出去啊？你个中午回来吃饭吗？啊，那我不回来了，我跟你狗外面约好了，在他家下棋。哎，不是，您看我买了那么多菜，您回来吃饭吧。不行，一群老同志都约好了的啊！你们吃你们的，不用管我，不用管我啊。你那鞋带儿撒了哦，是我现在去。哎，好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哎，那杨乃粉还在那儿呢。我拎过去的。哎呀，老爷子这2天神出鬼没的，估计他都没看见。啊，没看见。等一下啊。干什么啊？哎，我再让彭玉兰送一回。我看你公公总是往外跑，就是不是那老狗又给他介绍对象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我替这彭阿姨说话，人家拎得清楚，1、2、3、4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。人不要房子，啊，不要工资卡，每个月给点生活费，是吧？买菜烧饭全由他了。是老狗介绍的能有这么廉洁吗？哎呀，你公公啊，年纪大了，吧，就有的时候就会晕头转向的。知道这边这种规矩不能再重演吗？喂。沈教授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那个《文艺报》副刊的杨磊啊。哦，小杨啊，哦，对不起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人投稿跟您干仗了，文章名字叫《博一位男文学家》，作者是个天文学家，叫聂娟娟，您认识吧？认识，那太认识了。哦，那沈教授打电话来呢，就是想问问您啊，您不会生气吧？好男不跟女斗，我生什么气啊？我不会生气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发表了啊，再见。哎，小英。宣战了是吧？好，宣战。哎，你好，艾斯。你好，沈总。这边请。好。沈总，你们的数据相当精确，跟贵司对接很省心。过奖了。沈总，咖啡，谢谢啊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，这个 logo 也喜欢，一树成林。沈总特地让我去这家咖啡店买的。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。嗨，难怪。你们忙。我也看了你的朋友圈，周一去师大啦。啊，陪我爸去办点事儿。我爸是那儿的退休教授。我
我刚到南京的时候也住在师大附近。我记得逸夫楼后面是不是有个小池塘啊？我经常在那散步。说不定那个时候我们还遇到过呢。没准儿啊。哎，现在学校还能随便进出吗？家属可以，我有的时候会去跑步。你也跑步啊？我妈去世以后，我睡眠不太好，有的时候跑跑步、出出汗会好一点。我也是因为睡眠的问题才开始跑步的。那咱俩可真是同病相怜啊！是啊。我突然想起一本书，叫《当我跑步的时候我在想什么》。你跑步的时候你想什么？好像什么都没想，就感受风，感受呼吸，感受那一刻的自由。你呢？你想什么？我想我的报表，想我的应收，想我的应付。所以有的时候跑完步，心还挺累的。你应该让你的思想出走一会儿。我参加了一个跑团，什么时候你可以试试？哎，你跟很多人一起跑的时候，你就会为了跟上他们的节奏，所以呢，什么烦心事你都想不起来了。好啊，就是不知道我的配速能不能跟上你们。没问题的，我给你推荐一款跑鞋啊。啊，这款的跑鞋，它的密度比纸还轻，脚感特别舒服。你看颜色也很多。哦，这么轻啊？对啊，它是专门给马拉松选手设计的。那我现在都是10公里以内。儿子，爸回来了，快来试试鞋，快点，看看爸给你买的鞋。哟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知道儿子脚多大吗？我爸打电话问过我了。哎，试一下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怎么样，轻不轻？是不是跟没穿似的？5星好评。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？坠入爱河了？我爸坠入爱河，妈你咋办？你妈就是我的爱河。妈，你跟我爸是初恋吗？当然了，你爸暗恋过英语老师，那不能算。只要是恋都应该算。妈，你说的不算，得问我爸算不算。你妈说了算，你妈就是你爸的初恋啊。你们都有鞋，就我没有啊？你又不跑步，你给我买了我就跑啊。那行，明天给你买一双。贵吗？这鞋多少钱？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我看你是钱多烧的，多了有这么多球鞋，你还给他买？这里边全是高科技，可轻了。那脚长得快，但是你觉得好就好，你觉得就是我觉得。你才是我们家的一言堂，就是有的时候说话之前稍微过脑子，就更一言九鼎了。妥。气什么气啊？你妈不是我们家的一言九鼎吗？就是这小孩。嚯，叫板了啊！这聂娟娟这是公开叫板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博一位男文学家，却没看出来啊！这聂娟娟文绉绉的，居然这么能打啊！那没打，人家就写，这叫以笔当枪。鲁迅先生当年就这么打的呀！那更残酷啊！哎，老沈，我们支持你，继续写，跟科学家决一死战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。哎嗨，这事儿哪动用得了你这个文学院院长啊？在一次我们的会面中，因为一句昆曲的唱词发音产生了不同的观点，你看没有？属于个人恩怨，这属于。啊，不用你们参与，我单挑他，
老沈，真逗。沈教授好，沈教授好。你爷爷最近沉迷于学习，无法自拔。你给爸打个电话。哎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爸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这么晚才回来，电话也不接。啊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哎，你们吃你们的，吃你们的。聂老师，我是沈卓然，我要正式的向您道歉。这些日子啊，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。今天下午我还去我们学院系里头跟一个昆曲专家聊了聊，证明您说的有道理。戏曲讲究传承和正宗，旧时师徒相授，讲究口口相传。哪怕是老辈儿艺人唱错了，它也是戏曲原生态的一个环节，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意义。那我也要和你说声对不起，我的态度过于急躁。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交了，聂老师。哎，我就想问问您，您是学天体的，您怎么对昆曲研究的这么深呢？天文有牛郎星、织女星，戏曲有杜丽娘、柳梦梅。牛郎织女相隔16光年，却有七夕相会的传说。杜丽娘为爱而死，又为情复生。你看，天文和戏曲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？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吧，梅兰芳先生的《舞台生活40年》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您寄给我。好啊，我们家的地址是鼓楼区宁海路103号50栋3单元301。啊？哦。好，好的，我等着。谢谢聂老师，太感谢你了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干嘛跟我比划什么呢？爸，现在骗子多，多乐他同学妈刚被骗了50万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给了别人了？这个就不是骗子，这是大师。大师？哪个庙的大师？领着国务院津贴的大师。人家研究的是天体物理，但是呢，对中国戏曲更精通。还跨学科了，这么厉害！你看看，纯大学霸，可不只是学霸，博士生导师，学霸之母，真正的大师。哎，对了，多乐，爷爷考考你，牛郎织女星这2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？爷爷，吃饭吧。就是大师又不管饱，吃饭吧。这是精神食粮啊，2手都得抓，2手都得硬才行啊。爷爷啊，那我考考你，你说我在几班呀？你在3班。儿子别打岔啊！你在几班不重要，但是学一点天文学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怎么不重要啊？哎，不知道在几班，怎么开家长会，怎么交学费，怎么填学籍表、填体检表啊？你们啊就知道大师这地头上的事儿就是撒手不管，还说不重要。
丽娜说的对，我们改，我应该记住。行了，爷爷记住了，3班。爸记住了，你在3班。3班。就是牛郎织女还1年1度鹊桥相会呢。哎，多乐都上高中了，你见过他们班主任吗？以后就不要就着我一个人去开家长会挨批，咱们轮流去啊。你尝尝我做的茄盒，1人1个啊。我这第一次做，给我提提宝贵意见。你看我谦不谦虚？虚心好，不虚心的结果就是认真道歉。爸，你尝尝咸不咸？呀，哎呦，又怎么啦？小猪，戏曲频道。为您播放戏曲频道。没耽误。游园惊梦。哎，你爸这么快就走出了失恋的阴影，转身变成了戏痴，你不觉得奇怪啊？有什么奇怪的？我爸敏而好学，有自我觉察，走出痛苦的能力，这不是很好吗？这么晚了去跑步？啊，新鞋吗？开个工。行，去吧。帮我买包吐司啊，我明天早上要做那个三明治。好。你喷香水了？啊？跑步喷什么香水啊？儿子送我那香水，我不喷就该放坏了。一出汗就白喷了。这不是也出的是香汗吗？你给我注意点啊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知道了。哎，就是普通的那个切片面包吐司啊，这总不会买错吧？不会。我会，整天拎瓶水，揣个馒头就去图书馆了，比唐僧还苦呢，不会有情况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们呐得提高警惕，别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冒出一什么刘一莲、李一莲、张一莲的。妈呀，你也真是，你管的也太宽了。那谁让你们不管用呢？就你们那家，差点没让那姓连的给端了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，沈清回来了。哎，好嘞。回来了。吐司买了吗？买了。哎呀，跑步好啊，真好啊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胸肌都出来了。那你跟我一起跑啊？明天？我可跑不动，我是干家务就是锻炼。哎呀，这么露骨的啊？小点声。可爱吧？来给我做饭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，又迟到了。哎，给你点了啊，谢谢。哎呀。哎，我一大早先送儿子，然后到医院帮老公公拿药，我让沈清先去排队挂个号，他都不肯，搞得我一个人哼哧在那儿排队。哎呀，我公公啊失恋了，现在全家就只我一个女的了。丽娜，我刚跟周静已经说好了啊，以后闺蜜局不谈老公，不谈儿子，不谈老公公。那
那就是男的都不能谈呗，有亲缘关系的不行，其他的可以。周秘书总结的好。那我就不认识什么男的了。那服务员是不是男的？嗯。那边做那个喝咖啡的是不是男的？嗯。那马路上那些是不是男的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要把我往歧路上引？周静，你也是有家有口的，你怎么也变坏了？哎呀，我觉得这闺蜜局吧，就不能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就应该谈谈诗和远方，对吧？那我就没什么可谈的，你们请啊，我正好忙一会儿。哎呀，老师找我呢。哎，老师是男的，能不能谈？谈可以可以。哎呀，男老师说我们家儿子学习成问题。行了。喂，哎，张团长。啊，行啊，你们在哪等我啊？好，那我到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下次团点大米啊，哎，要有机的啊。好。哎呦，我干什么啊？没什么。我认识一个团长，神通广大啊，阿克苏苹果、舟山带鱼，啥都能团，品质还特别好。哎，我把他微信推给你怎么样？不要。他是个男的。哦。钱爷爷，钱爷爷，您的信，哎，小孙啊，这还昆曲邮票呢。哦，浣溪沙，我送到了，我先忙了哈。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沈卓然君寿。聂老师，寄来的书收到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如今一切都太快了，我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收到过信了，真有一种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怀旧之情啊。我还怕你等不及呢，很多况味。真的是，只有年龄到了才能体会。太对了，太对了。我18岁那年上山下乡，去的是内蒙古。当时呢，在水利队。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，回到宿舍，大风就吹着那门框啊、窗户框啊，哐哐哐哐的响。根本就睡不着，想家。哎，隔壁宿舍有一个女生会吹笛子，你猜她吹的是什么？游园惊梦。哎呦，大枫叶，想家的时候，那个笛音呢，给了我们这一帮从江苏去的孩子巨大的抚慰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爱上了昆曲了，一听就是几十年，嘿，越听越能咂摸出味道。我也有相似的经历。我年轻的时候在青海观测站，我们几个老乡总会在星空之下吟唱《游园惊梦》。宇宙浩瀚，思乡之情却难以抑制。哎呀呀，真是同道中人啊！哦，对了，聂老师，
我这儿有很多很别致的邮票，我可以寄给你啊。哎，就写那个颐和路237号这个地址，能收到吗？啊，可以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可真是西来青鸟东飞去，愿寄一书谢聂君。哦，对了，聂老师，我刚才忘了问了，您是喜欢君子兰呢，还是喜欢蝴蝶兰呢？梅兰竹菊，样样喜欢。好，那我就给您一枚这个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聂老师，我不能提前预告啊，我要把惊喜留在你收到它的那一刻，你就知道了。这是一枚异形制邮票，爸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使劲喊你，你最早的邮票齿孔啊，是用缝衣针一个洞一个洞扎出来的。你买了苹果？收着了，告诉我。好，好。那我等您电话。再见。哎呦！聂老师，是我。哎呀，这么晚打扰你了，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告诉你，我给你寄那张邮票啊，是喜鹊登梅。喜鹊嘛，当然是喜庆喽，梅花高洁，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花鸟鱼虫天然雀，卓然君，你养花吗？养啊，满阳台都是。但我最喜欢的是那盆蝴蝶兰。哎，兰花清高，蝴蝶兰呢能生出很多生动来。就是老伴儿去世以后，这盆花就再也没开过。我也有一盆蝴蝶兰，开得极旺盛。你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定能够花团锦簇。真的？那您可一定要教教我。好。哎，那我去拿本拿笔，我记着啊。
屋檐下滴答滴答，只需要它斟满你杯中的茶，把往事冲刷，每一滴溅起的水花都是对世界爱的表达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泥沙俱下，会把回忆留下给远方的他，会沉淀出清澈，会推波出来，时刻迎接变化。回忆如水，总有高飞低吹，把沿途添加不忘流动在当下，给生命一小打，也承受住重压，过后再轻轻放下。家，屋檐下滴答滴答，只需要它斟满你杯中的茶，把往事冲刷，每一滴溅起的水花都是对世界爱的表达。时光如水，总是泥沙俱下，会把回忆留下给远方的他，会沉淀出清澈，会推波出来，时刻迎接变化。